杨笠代言京东双11，他最经典的话：男人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，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。京东主要用户群体是男性，许多人就开始跟京东客服对线，所以这帮客服呢开始花式作死，偷拿妈妈手机玩不好，您别死笑笑，你妈死了，嘻嘻。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，在京东搜索普信男著作，结果他提示我没找到商品，为您推荐毛主席语录。也就是说，京东认为毛泽东主席是普信男。京东最骚的操作来了，发短信辟谣，家人们，我们没有被挤兑。随后几天，确实有人钱提不出来了。这件事儿，10月19号，京东的讨论帖被大规模的删除，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儿。京东抵不过压力，正是撇清和杨笠的关系，又把支持女权的这波人给惹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京东目前是世界500强企业第47名，最开始是卖数码产品的，所以京东主要的用户群体就是社会中产而且事儿少的男性用户。根据京东自己的统计，京东的男性用户大概占比在60%。杨笠，脱口秀演员，他经常是因为发表女权的言论而被人熟知，也是这次事件的一个导火索。他过去最经典的话就是男人不光美好，还特别神秘，就是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。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，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。于是就形成了普信男、下头男这么一个标签儿。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，我觉得男的吧垃圾。现在不管他自己怎么想，他已经成为了女权的标志。过去他代言的产品，貌似相当一部分都是男性消费的产品，比如说海澜之家、英特尔、长城汽车、电动车品牌小鹏，还有舍得酒，就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在走下坡路。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句话：做下头男，穿下头装，喝下头酒，开下头车，走下坡路。第4个 NGA 也是最早喊出抵制京东的一个地方。这论坛也20多年了，历史上 NGA 论坛呢也发起了很多事件。最近的一次是二油战争，这个战争对京东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影响很大。具体我就概括成2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某个群体通过刷声量来拉一踩一。过去 Gege 的极端粉丝和数据女工他们也是这么干的，所以其实在二次元游戏战争它已经有了性别对立的成分在。第二个就是 NGA 老哥在二油战争中摸索出了自己的组织模式和攻击的方法论，在京东事件基本上都用上了。10月14号，京东开启双11活动，邀请杨笠代言，随后就从 NGA 开始，全网都在抵制杨笠，P 了很多图，互联网呢也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第一张图，有权不买，会员退款，理财赎回，应用卸载。京东双11，购物上京东，自信又普通，购物不用看杨笠，每天都是双11。接下来女权又开始在各种平台刷声量了，因为有抵制行动嘛。不过呢 NGA 因为有方法论，所以把他们刷声量的言论全部都解构了，然后许多人就开始跟京东客服对线。京东客服可以说在整场事件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，因为他们每一步都走错。由于客服的压力太大，内部也爆出对客服在进行考核，所以这帮客服呢开始花式作死啊。客服讲的，你偷拿妈妈手机玩不好，您别死笑笑，你妈死了，嘿嘿。京东客服的动作就很奇怪，而且还没有完。京东的一个客服也是个女权，她直接在社交媒体爆出她在工作的时候与用户沟通的记录截图，这东西属于用户隐私的范畴。京东作为世界500强，应该有措施避免这些信息的流出，可惜都没有，这个截图就流出来了。然后这边还说一群垃圾，还高喊着我就是不配，既然你知道你垃圾还出来秀是吧？然后10月17号顶不住了嘛，京东跟杨笠双方删除了声明代言微博，但京东的做大死没有停，还在阴阳怪气。比如说这张海报，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只羊立起来了。重要是你看边上这个手势，我问大家，这个手势像是薅羊毛的手势吗？我直白点，这就是韩国某个女权邪教所代表的手势。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右边这个，在京东搜索普信男著作，结果他提示我没找到商品，为您推荐著作下的搜索结果，然后底下
全部都是毛主席语录。我要强调的是，如果你只搜著作，你是不会看到这些结果的。也就是说，京东认为毛泽东主席是普信男。当然1个半小时之后，这个搜索结果就全没了。我不知道京东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许多人开始注销京东账号啊，但是由于京东还有类似支付宝的金融理财服务，就很多人钱存在里面，钱不提出来肯定是不能注销的。于是呢，很多人就开始提现。最骚的操作来了，京东金融他发信息、微博，甚至发短信到每个人的手机上辟谣。家人们，我们没有被挤兑，一个金融机构的辟谣，我只能想到这句话：政治第一定律，只有官方否认的才可信。随后几天，大家在提现操作中呢，就发现了有诸多银行的流动资金前来支援，以及确实有人钱提不出来了。所以京东抵不过这个压力，京东微博发声明，正式撇清和杨丽的关系。那这一撇清呢，又把支持女权的这波人给惹了。这件事儿在 NGA 论坛有大量的讨论，直到10月19号 ，NGA 关于京东的讨论帖呢开始被大规模的删除。这个是我在 NGA 的发帖记录，大家可以看到这绿条就已经全部被屏蔽了，是吧？结果这么一禁言 ，NGA 老哥们带着1个礼拜讨论的共识又散到了别的平台，于是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儿。当然了，京东呢也不只对 NGA 动手，也对其他平台动手，又回到了刷声量、刷数据的一个手法。这件事儿对京东的短期影响还看不出来，但是呢，我认为呢，可以从这次双11之后营业额来开始观察，在未来的几年，京东应该和其他杨丽代言的企业一样，都会开始走下坡路。分析的第一点，京东的内控体系出了严重的问题。一个合理的企业，如果在杨丽之前那些代言爆出那么多事情之后，不管你是什么立场，从控制风险的角度，你也不应该选择杨丽来代言，因为杨丽本身它就是一个雷，除非你需要标榜些什么。也就是说，京东如果不请杨丽啊，它早晚也要出问题。男性用户，比如说我，就是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才选择注销京东账户的。当然有一点必须承认，女性的消费能力确实要比男性强。京东它可能也想转型，用杨丽等人的形象去吸引高净值的独立女性，那我只能说机遇风险并存。第二点，京东对公业务的前景，京东其实是有很多 to B to G 业务，今年之后企业采购的肥肉落不到京东头上，因为已经有负责人说了，京东近期有重大舆情风险，建议避免该采购渠道。这采购报告书写是吧？知乎上有人讲，京东客服把送礼人信息泄露给被送礼人，然后家庭和睦的领导一下子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了。说到了购物卡，大家也清楚有多少的权钱交易是通过购物卡实现的。那既然京东的客服作死，你非得暴露信息，那这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查贪污腐败的途径啊！广大人民群众自然是喜闻乐见。那搞权钱交易的人又会怎么想呢？那你还用这个平台，不就等着爆雷吗？由此，京东对公业务的前景，接下来我的预计是一败涂地。第三点，京东的 ESG 报告，京东女员工的占比从2020年的 25% 上升到2023年的 46%。表面上 46%这个数据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呢，在京东的所有岗位当中，物流岗位超过 50%， 这些岗位几乎都是男员工，最多女员工占 15%。另外还有一个岗位程序员，这里呢女性的比例不会低到 10%， 但也不会特别高，仍然主要是男性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弄出那 46% 的数据，除了物流和程序员，其他部门的男性凤毛麟角。然后这2024年，京东给基层涨薪，结果发现基层物流连续3次在降薪。不知道京东给自己的优势降薪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思考？当一家员工开始标榜自己男女人数均衡，甚至全女的时候，我只能这么解读，就是说明他没有什么可标榜的了。比较奇怪的是，杨丽事件发生之后，10月20号，有抵制杨丽的人大概也在缅怀辛瓦尔，文章出现在公众面前。那既然作者支持这个逻辑谬误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正确的认为，支持杨丽的人就是支持以色列。接下来10月22号，在京东的股价跌了好几天之后，摩根大通发了研报，维持京东物流增持评级。那摩根大通的背后不就是昂萨资本和犹太资本吗？接下来10月23号，华尔街见闻，风波阻挡不了京东的步伐。当我把这些都摆出来的时候，虽然都是阴谋论，甚至是捕风捉影，
但是影子说的这足够多，这个结果我就不说了，大家可以自己解读。第4点呢，我要介绍2个概念啊，叫 ESG 和 DEI。这些概念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啊，但是任何一个概念的泛用都会造成道德绑架。这种概念的提出，往往我认为它就是一种规训。这里还要强调外资对中国企业的规训。你比如说2023年彭博社发布了性别平等指数，京东成为彭博社唯一纳入的中国企业。所以京东，你男员工那么多，你就是不平等，什么岗位差异我管你的，你必须把女员工人数提上去，否则你不要跟我做生意啊，就这么绑架嘛，对吧？这种绑架就造成了过于强调 DEI 就会牺牲专业标准，因为资本最后只看数据啊。至今有一个疑问，到现在也没想明白，犹太资本在这里强推 DEI， 它到底是为什么？只能解释成通过规训获得利益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认为真正的 DEI 应该是给非洲人做好用的美颜手机，应该是满足所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而不是在这儿搞规训、搞对立。最后关于女权，我就回应一件事儿，站在习近平身边这位叫申纪兰，共和国勋章获得者，就是他为什么能当选1954年的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农村的劳动分工大多还是沿袭着传统的观念，申纪兰就觉得不行啊，他组织妇女们和男人们一样下地干一样的活，妇女们和男人们开展劳动竞赛，在劳动效率和质量上丝毫不比男人逊色，甚至更加优秀。申纪兰展现出的坚韧和带头作用，让女同志们逐渐在生产劳动中站稳了脚跟，争取到了和男人一样的劳动报酬。于是1954年，他积极地把男女同工同酬这6个字写入了1954年第1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。这一条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为保障女性的经济权益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，也积极地鼓励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发光发热，展现自己不比男人差的风采。